关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潘达 TV 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 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燕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早上的7点30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潘达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已经到了28，对，这叫农历腊月28。我刚才想了半天，这叫年20也不对，腊月28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这个周五我们就要过30，周六呢就是大年初一了。是，而且呢，住在奥克兰的朋友今年非常幸运的。正好我们的春节呢是赶在了这个周末，再加上我们下周一还是奥克兰 day，奥克兰的生日，所以我们还有一天小长假期，所以这一年的春节是真的可以好好庆祝一下可以头3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了。对，你想周五一般，今天我们还会有新闻里面还说周五有的公司是下午不上班，这下午回家又可以过春节，同步过春节，一直过到周一啊，这个今年也是挺爽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得先看一下路况，回来之后呢，再进入到新闻的内容。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7点31分，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拥堵的情况如何呢？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还行，仍然是在 Eastern Market 到 Mount Wellington 这中间断断续续的。基本上全线是处于黄色车多，偶尔呢断断续续会有小段的红色交通拥堵出现，但是目前看起来还算是挺好的。那么过了Mount Wellington之后呢，其实是恢复了畅通，一直畅通到了 Greenland。结果今天很意外的是，在 Greenland 到 Newmarket 出现了一小段的黄色车多。那么过了 Newmarket， 也就是 Cabot Pass Road 这附近之后，再往市中心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往往这个1号高速这一条路上啊，会比其他高速公路堵的要稍微晚一些，所以如果要是走这条高速公路的，好像基本上7点半之前走都不太拥堵。对。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就不行了。16号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前半段还可以，拥堵的路段基本上是从我看一下啊 ，Greenhouse Road 开始，其他路那边呢是上高速的口已经在堵了，但高速上还行。高速上呢是从 Greenhouse Road 这附近开始拥堵的，那么基本上是在上高速的口红色，快到下高速的地方又恢复到黄色，到下一个上高速的口，像 Greenhouse Road 啊、St. Luke's 啊，又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
在往市中心现在差不多也都是黄色车多的一个状况。就扫一眼市中心哦，你看它有多少的那个标识，这儿封路是，那儿不通。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去到市中心，经常会看到就是哪儿走不了变成单行，哪儿不能右转，然后那个标识又不清楚。我至今为止都不敢开车去市中心。最近就更不敢了。以前在不修路的时候，当然现在是环城铁路，然后又加上呢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工程项目，所以都要把那本来市中心就窄，对，然后呢再加上这些工程，哇，现在真的进去寸步难行，很抓头。就是你看到它那个标识，以为前面不能右转，结果他是说不是的。是这个，比如说是某一个停车场在这个口不能进，所以你要到前面又发现说可以右转，所以哎呀，反正就是这种事情特别多。去市中心啊，最近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现在市中心也是堵得挺严重的。好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倒是非常的 consistent， 就是非常统一啊。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是堵到了 Eastman Road，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基本上没有黑色大塞车。暂时来看。那么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也是黄色车多，但是在 Eastman Road 到还有 Oniva Road 现在已经是断断续续堵成了红黑黄的这种渐变的口红色，渐变的这个拥堵的颜色，大家小心一下。但是过了 Northcote 之后再往市中心就恢复畅通了。好了，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赞助播出的。回来我们开始呢，今天早上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闻早餐。在我们说新闻之前，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春晚。来说一下，很多人都已经很期待了。对，而且之前就会有很多新闻会看到，比如说关于主持人啊，比如说今年的春晚好像会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流量小明星啊，就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吧，找一个时段跟大家来那个聊一聊关于今年春节晚会，还有今年春节有一些贺岁片，也会在这个新西兰这边去上映。我们一会儿到时候再跟大家来介绍。先把春晚的时间告诉大家。每一年呢，当然我们 Panda TV 37都会给大家呢来直播春晚，并且呢在隔天也会有重播。而且今年刚好又赶到了周末，对，所以呢大家真的就可以去观看直播了啊。所以再跟大家在这边呢就说一下时间，我会说很多次，所以大家一定能记得。Panda TV 37呢会在周五的新西兰时间的晚上8点。就开始直播了。我们也知道在中国那边呢，基本上虽然春晚是在中国的8点正式开始，但之前会有很多的一些预热，对然后去现场什么看一下准备的情况，类似于这样的，对，叫一年又一年，我记得。是吗？对，这个节目。因为我已经有。就是来新西兰之后就没有在中国过过年，所以都有点不太记得那个。然后这边又很少能碰到周末。那个节目好像是跟春晚是就是搭配起来的，叫一年又一年。它会在大年30这一天的下午吧，大概是就开始一直的来报道，进行一些花絮的采访呀，对包括一些去后台看看对，大家很喜欢。就是你听着那个节目的气氛，然后再准备着年夜饭，就感觉真的过年了。所以我们 Panda TV 37是8点钟开始直播。只要大家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到直播了，并且呢会一直直播到第二天的新西兰时间，第二天的春节晚会结束。我估计大概就是早上的5、6点钟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因为一般都是12点半到1点的时候结束嘛。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共同关注。当然不想熬夜的朋友也没关系，我们会给大家带来重播，周六和周日我们都会来重播这一次的春节晚会。所以说呢，周六大家可以睡个懒觉。我们会在下午的时候为大家来直播春晚。那么周日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重播的时间呢又改到了晚上。这样子呢，大家可以在周日在家里面吃晚饭的时候再来看一次春晚。就是周五的整晚，然后周六的下午和周天的晚上，就是你可以随意选择这个时间都可以看到。因为你想它这个春晚一下子就5个小时，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周六是吃完中午饭就可以看春晚了。周日的时候呢，基本上从6点钟开始，大家就可以一边吃晚饭一边来看春晚了。对，所以说这个感觉觉得特别的爽。真的是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猪年现在是尾巴的尾巴了，我们就要迎来鼠年了。而且好像每一年都说这个，说当时我记得猪年的时候就说大家都想要猪宝宝，特别好。然后鼠年的时候大家又说非常想要鼠宝宝，鼠年也特别好。而且我听说明年牛年也特别好，所以这么听起来就是每一年其实都很好。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觉得。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春节晚会的播出的时间，我会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重复，可能有一些朋友没听到的啊，那我们就在不同时间段再来跟大家说。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当然还是会给大家呢带来丰富的新闻的内容。按照惯例，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新闻早知道。对，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还是关于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昨天了解到的，包括全国新增的病例，包括境外的一些新发现的疑似病例，现在呢感染者也是增多了。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的时候，澳洲发现了第1例疑似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那么作为新西兰呢，邻国也是密切的关注过港的中国航班，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小心。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最更新的讯息，以及呢其实最近在网上也有一些谣传，对，我们也给大家来稍微辟谣啊。那么除此之外，昨天呢在新西兰这边又发生了一项痛心的事件，就是皇后镇出现了大巴翻车的状况，而且这个大巴上边呢坐着的又是我们中国的游客，这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第2起的大巴翻覆的事故了。那这一次呢是有20人受伤，不过目前来看呢是并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么昨天晚些时候呢，也看到涉事的旅行社、涉事的公司出面做了回应，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把最新的讯息带给大家。同样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Winston Peters 强势介入环保之争，他称绿党主张的是极端主义。我们都知道呢，绿党和优先党反正从来也是不对付，尤其是在环保议题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从优先党的 Shane Jones 那位大嘴巴的议员开始的，逐渐呢变成了党魁，也加入到了讨论之中。所以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关于环保之争又是打出了怎样的口水仗。昨天还有一条很有趣吧，就说它很有趣的新闻，是公屋的租客。最近呢，是因为不胜其扰啊，就是周围的邻居呢吵到他没有办法安静的生活，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房东，也就是 Housing New Zealand 大家所熟知的公屋署告上了法庭。结果呢是什么呢？公屋署不仅要赔钱，还要降租金。可是问到这个公屋署要不要把扰民的这些邻居赶出去的时候，公屋署的回答却是说 I can't。我不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同时呢，我们还是关注到的是这个住房问题啊，就是说住房的成本和生活的成本太高了，那适合家庭生活的城市，它的排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奥克兰应该是位居前列的，那究竟它的排名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稍后的时间也可以公布一下。对呀，就是奥克兰大家都说叫这个。想要嘛，把它打造成世界宜居城市，然后呢，很多的排名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殊荣，说我们这边多么的适宜居住，空气好呀，对人 nice 呀，是。可是问到了适不适合家庭生活，结果在这个榜单当中呢，奥克兰却是到了后半段。那究竟什么拉了后腿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41分，我们就一条一条跟大家来更新信息。当然，首先还是要来关注这个冠状病毒。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新的数据啊，截至目前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数据是说，确定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肺炎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到了319例，对，那死亡呢是已经达到了3人，并且有更多的省份以及呢甚至是境外的一些国家也发现了疑似的病例。那么在这边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赘述说到底是哪个省，但是的确呢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冠状病毒的扩散是在进行当中的。对，而且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听众观众也关注到了啊，在我们的邻国澳洲呢，也是发现了第1例的疑似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这名这个澳洲男子呢，也是从中国在返回澳洲机场的时候呢，因为出现了这个冠状病毒感染的症状而被隔离。所以这个状况呢，昨天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在关注。所以呢，目前来看是真的是中国的我们说的这个民众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发现了疑似，还不是真的感染了澳大利亚的民众，他是疑似有这个症状。对，所以现在呢，他已经是在 Brisbane 呢做了隔离。我们来关注一下他最新的状况。那自从澳大利亚说发现了这个疑似的病例之后呢，新西兰这边也宣布了，现在暂时啊没有在机场呢去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比如说防疫啊或者这样的工作检测啊。但是呢，也是机场那边啊的发言人是说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
确切的讯息或者是一个规定，可是他们说呢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呢真的是这个面更广，或者是说呢病情更加的严重，可能新西兰这边的机场。最主要当然就是奥克兰，也会对过港的航班进行逐一的排查，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病例。毕竟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虽然是严重归严重，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谁知道它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会不会继续扩散？对，所以我觉得小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可能就是在奥克兰，包括新西兰到中国的这个航班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这个就是因为过年嘛，大家这个时候出境入境的这个比例要比平时多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要注意一下哈。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报道上也看到啊，说现在呢，悉尼的机场已经启动了这个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这样一个就是每天进行的这样一个例行检测。因为呢，悉尼机场和武汉之间每周会有3班直飞的航班。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觉得检查是非常应该的，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保护嘛，说真的。对。所以说接着我们也是会继续关注这个冠状病毒的发展。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是特别想在这边跟大家说的，就是辟谣。昨天我看到很多的媒体都在辟谣。无论如何我是觉得说真的是比 SARS 的那个时候来的要更加有经验，而且媒体呀，包括国家呀，包括检疫局在面对这个新型病毒的时候也变得更加从容了。所以真的是比 SARS 的那个时候感觉上要好很多。对，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媒体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对，就是每一天的数据都会有更新，而且比如说专家的一些采访呀，然后最新的一些情况都会通过媒体来告知我们的民众。同时呢，我觉得在民众经历了这个 SARS 之后，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疾病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所以呢，这个辟谣有几个那个特别不靠谱的，我也就不说了。还有人说 SARS 在蝙蝠身上，然后那个辟谣说根本就不在。但最主要的是有一些怎么样去预防和怎么样去治疗这个病毒当中会有一些的误区。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到7点45了，我得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稍微给大家辟谣，也跟大家呢来说一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检疫检控的方法。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 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朝闻天下》。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还是呢说回到这个冠状病毒方面，给大家来辟谣。我相信很多绝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现在非常了解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这个扛起媒体的职责，对，要把这些谣呢全部把它辟干净，扼杀在萌芽状态。对，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那些特别我觉得不靠谱的，我就不说了，我觉得浪费时间我们就说几个，可能呢会有朋友多多少少的觉得到底是真是假的这种，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喝板蓝根和熏醋是不是可以预防新型的冠状病毒？上次 SARS 的时候，板蓝根就卖脱销嘛，所以在针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专家就来辟谣了，说板蓝根是适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等热性疾病的治疗，对冠状病毒是不可能有效的。而熏醋呢所含的醋酸本身浓度是很低的，根本就达不到消毒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吸烟能够预防病毒感染，没有吸烟的人们都是因为 SARS 死亡的，是什么鬼？这个一定是一个爱吸烟的朋友想出来的。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传开。对。How？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就不解释了，它肯定不可能嘛。还有就是说吃那个 VC 能够提高免疫力，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专家是说了，说维生素 C 的确是可以帮助呢机体去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但是不能够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更不能够抗病毒。所以说呢，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药物当中都含有维生素 C 的，但通常只是辅助性的治疗，没有直接的作用。没有直接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戴什么样的口罩。有很多人是说戴多层口罩会比较安全。那昨天呢，我们是看到现在中国的精神支柱钟南山先生说的，他说呢，戴一个口罩就很闷了，戴3、4个你根本就喘不过气来了，结果你不是被感染了，是被闷出病了。所以他就说呢，他说也不一定非要去戴那种叫 N95 的口罩，他说基本上是那种普通的外科口罩就可以了，就能够阻止。但是他也再次强调说，戴口罩是非常有必要的。是。所以就是去到中国的别嫌麻烦，一定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场所。对，最后一个要辟谣的就是吃抗生素到底能不能够预防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那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不知道还是知道之间的。我就不知道。你看这个辟谣他就说，他说呢，这一次肺炎的病原体是病毒，而抗生素针对的是细菌，所以说呢，以预防为目的，错误使用抗生素只会让这个耐药性更严重。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还是务必要尽快去就医的。对，而且我们也知道抗生素本身对人体也不太好。对，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平常感冒的时候也说，有的是叫细菌性的感冒，有的是病毒性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不会针对它的话，那你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让你的身体更有抗耐性了，抗药性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辟谣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说到辟谣我相信这个可能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得到。对，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一般情况下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上网的次数会比较少尤其是像一些主流的媒体可能会错失这样的讯息，所以呢，就是3大运
运营商，就是咱们在国内的3大运营商啊，也非常的贴心，他们专门编发了一些短信给这些可能会错过这个主流媒体上信息的一些老年朋友啊。这个短信就这样说爸爸妈妈们不上微博、不上微信、不看网络，那么专家就表示呢说这个信息啊还是不能错过的，所以也是编发了几条这个信息传给爸爸妈妈们，通过短信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说这个95%这次的病毒都是和武汉有关的啊。第二条就说的是现在已经证实了是人和人之间可以传染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了。第四个呢是说病毒的源头现在目前不清楚，但是可能是竹鼠、獾这种野生动物，所以呢让爸爸妈妈别吃啊，对，提醒不要去碰这些野味儿。第五是说如果没有必要呢，近期就不要去武汉了。我们刚才也看到一个讯息说，如果你近期已经购买了这个去武汉的机票的话，也可以申请退票。是，然后第6呢，就是说如果有咳嗽发热，一定要及时就医。第7就是不要随地吐痰。这还顺机的教育了一下，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挺贴心的。所以你看，真的在应对这样的一个新型病毒的时候，这一次比 SARS 是不是从容了很多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称赞的地方。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这个算是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昨天我们不是在讲新闻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被划分到了乙类的传染病的分类当中，但是实行的是甲类的一个应对的措施。那我昨天呢就正好就去查，就说什么叫甲类，什么叫乙类。新型冠状病毒听起来很可怕，为什么会被归为乙类？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啊，现在在中国呢，传染病分类当中甲类只有2种，被划定为甲类传染病的都是什么呢？一个是鼠疫，一个是霍乱，只有这2种。那么乙类的呢是总共有27种，其中就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 SARS，还有禽流感，还有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以及比如说像艾滋病，像这个麻疹，狂犬病，登革热等等等等，还包括小孩经常会得的这个百日咳，新生儿的破伤风，这都是属于乙类的。但是在这其中呢，虽然是乙类，但是用甲类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解决或者是防护措施的，就是大家前面说到的这3种，一个是 SARS， 一个是禽流感，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那么所谓的这个甲类。还有一个丙类，丙类呢就是比较稍微轻一点的，像什么流行性感冒啊、风疹啊，还有像什么包虫病啊，等等等等，就这些可能是属于是丙类的啊。那再稍微提2句，就是关于叫甲类防控措施都包括什么？比如说可以隔离，对，比如说呢，再加上有一些的，甚至是某一个区域，甚至是大到某一个城镇，可以被划为疫区，然后呢可以进行比如说封锁，或者是说呢出入都要进行检验、检疫等等等等，消毒等等。所以这里边的内容非常多，只是给大家也来稍微科普一下，就说现在在中国甲乙丙类的这种疫情到底指什么，以及怎么样去防护。对，其实除了中国昨天新增了很多病例之外，我们知道国际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呢，昨天在菲律宾也是新增了1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疑似病例啊，而且呢，这个菲律宾卫生部也是宣布说，他们正在对1名5岁的儿童进行检查。这名儿童呢是从武汉抵达菲律宾之后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现象。目前呢，菲律宾总共出现了4起的疑似病例。此前呢，这个菲律宾的阿克兰省卫生部门也称，该省出现了3起疑似病例，均是飞往长滩岛的中国这个游客。所以说真的是大家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我也看到我们的听众观众在问病毒和细菌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结果后边也有我们的听众就直接补充了。所以说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好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在我们整个节目当中，如果看到什么样的讯息，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更新。不过时间关系，7点57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
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22日，星期三，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今天呢是农历的腊月28，关于腊月28的这个汉族民谣啊，是这样说的：腊月28把面发，打糕蒸馍贴花花。根据汉族的民间风俗传统呢，到了农历的腊月28这一天啊，无论是发面还是做馍，总之呢各家各户都要开始准备主食过年了。在过去呢，还没有现代比较方便的发酵粉，普通的面提前几天做呢容易坏，于是发面不容易坏，大家就在腊月28这一天啊，把面发好，准备正月初1到初5的主食。同时呢，在旧时人们也认为初1到初5期间是不能够动火蒸馒头的。那么说完了年俗呢，下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西兰新闻。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昨天在南岛发生了地震。南岛呢昨天发生了地震，基督城呢有震感。根据新西兰多家媒体的报道，1月21日的清晨，基督城的大部分居民感觉到了地震。同时呢，根据这个 Geonet 官网的数据显示，昨天清晨6点30分左右，在坎特伯雷小镇的 Oxford 以南的30公里处，监测到了4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为4公里。目前呢，大约已经有600人向 Geonet 报告了感受到震感，同时呢，大多数人的描述是震感较轻。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同样是昨天在新西兰南岛发生的新闻啊。新西兰南岛的旅游大巴侧翻，多名中国游客受伤。昨天呢，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在南岛的皇后镇通往格莱诺基的公路上发生了侧翻，旅行团呢共有21人，事故至少有20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新西兰警方发布消息说，事故发生在21日的13时45分。事故发生之后呢，伤员已经被送往了医院救治。大巴呢有行李车，侧翻后将双向道路堵死。目前呢，皇后镇通往格莱诺基的公路已经封闭了。同时呢，2架直升机、数辆救护车也是赶往了现场。中国驻 Christchurch 总领事馆呢也获悉情况之后，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协调当地警方、医院、旅行社全力救助，已派人赶赴现场处置，并赴医院探视伤者。新西兰多山地丘陵，山路曲折陡峭，多弯狭窄。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再次提醒计划来新的游客要时刻高度注意驾驶和行车安全。好，我们同样来关注一条菲律宾方面的消息。菲律宾长滩岛一游船倾覆，中国使馆说呢，中国游客1死3伤。1月21日的11时许，一辆载有这个21名的中国游客的游船在菲律宾的长滩岛水域因遭遇强风倾覆，导致船上的人员落水。事故造成中国游客1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呢1人重伤，其余17人获救，已得到妥善安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获悉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立即向当地医院及相关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并委派当地的领事志愿者前往医院探视伤员，提供协助。使馆将密切跟踪事情的进展情况，敦促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事故原因，确保伤员得到妥善治疗，并为受害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驻菲律宾使馆再次提醒在菲公民做好防范，维护人身财产安全。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附近遭3枚火箭弹袭击。当地时间的1月20日0点的10分左右，伊拉克首都的巴格达绿区遭到3枚火箭弹袭击，地点呢位于美国使馆区和国际联军营地附近。防空警报随之响起，联军营地内目击者称呢，收到广播通告，要求全部人员立刻寻找避难场所。好的，以上就是由侯磊编辑播报的整点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更多的朝闻。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看到天空当中呢有一点点乌云密布的感觉，但是这个云呢很快就会消散的。到了中午时分，奥克兰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恢复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方面，今天还算舒适，奥克兰最高24度，最低12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晴有云的好天气。终于在今天早上看惠灵顿好像没有大雾的侵袭了，所以说呢，出港的航班今天也基本上能够安全的来运行了。那么再来看南岛，南岛北部地区今天呢也基本上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东海岸和西海岸的温差会比较大。东海岸最高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29度，但是西海岸有一些地方最高温度只有19度。南岛南部地区今天则是在最南端以及西海岸的 Milford Sound 可能会有一些的降雨出现，其余大部分范围之内也都是晴好的天气。基督城最高24度，最低15度。
那么明天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也都是晴好的天气，极个别的城市可能会有偶尔的阵雨出现，但雨势基本上都不大。对于旱情来说，其实是并没有帮助的啊。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25度，最低是18度；惠灵顿15到21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 澳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11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8点钟过后，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关于这个冠状病毒，我看到大家还是很关注的。对，我们有什么最新消息呢？也会第一时间及时的来跟大家来更新。那么另外呢，还是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春晚播出时间，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啊。今年已经是农历腊月28了。那么我们的春晚呢，将会在 Panda TV 的这个周5晚上
新西兰时间8点钟就开始直播了，一直直播到第二天，也就是周六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 ，depends 这个春晚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就什么时候直播结束。那么接着呢，该是其他的一些新闻内容啊，或者说电视剧啊，都会给大家呢按照正常的时间去播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这2天是不是电视剧会漏掉？不会啊，我们会照常的跟大家来播出。那重播时间呢，现在是定在周六的电视剧结束之后，也就是差不多12点的时候开始第一次重播，一直重播的下午的5、6点，也是 depends 到底这个春晚有多长。然后接着呢，在星期天我们还会再重播一次。那这个重播的时间呢，稍微改了一下，改到了周日的晚上6点钟。开始重播，所以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在周六睡个懒觉起来看重播，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周日吃晚餐的时候再跟家人一起来看一次重播。对，所以说呢，只要是锁定Panda TV 37，你总会把春节晚会看全的。看不全也没关系，2次重播怎么样也会补全的。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星期五晚上不愿意熬夜的，周六周日1天看半台，也会把它补全的。是，好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度过一个春节。那么接着啊，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先跟大家来更新几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关于皇后镇大巴翻车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啊。刚才在整点新闻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昨天下午的1点45分左右，一辆旅游大巴在皇后镇附近翻车了。这个车上呢，总共是有21个人。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20人受伤，其中的2名乘客受重伤，1人是中度受伤，17人轻伤。是的，而且呢，这个旅行大巴的公司。虽然说游客是来自于不同旅行社的，但是这个运营这个大巴的公司呢，叫做 Avon Travel NZ Limited，它已经确认是这个公司的大巴涉及到了此次的事故当中。那么这个公司的发言人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跟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巴士的司机进行了交谈，也是第一时间是回应了警方和媒体。那么根据他们所这个可以说是得到的信息，或者是发出来的消息是说呢，司机没有受伤，这个我们说其他的一些乘客有一些呢只是轻伤，当时就说呢是不是不要去医院了，但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都让大家去医院稍微的去诊治一下。那么目前有2名乘客算是受了重伤，其中1人呢是接受了小型的手术，但是都没有生命安全的这个危险。那么接着大家就在说那到底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得到官方的消息是说，仍然在调查，但是相信并没有所谓的这种超速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就是比较正常的一种驾驶。对，而且呢，它出事的这个路段算是事故的高发路段，曾经呢在这个路段上发生过多起的交通事故，但是通常时间呢是在冬季比较多。对，因为好像转弯比较急，对吗？对，就是那个弯也是比较急，而且也算是那种比较盲点的一个地方，但是通常是发生在冬季，所以呢这一次是出现在夏季，但也不是说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就说是平坦的大路上忽然翻车了。因为我们知道它大巴那个体积嘛，然后在过弯的时候，其实还是你有的时候坐在上面会感觉到它有不太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是说没有超速，也没有所谓危险驾驶的行为。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等到官方给出一些具体的说法之后再来告诉大家。我是看到了很多所谓的传闻，我也不想在这边跟大家来说了，没有必要。我们是尊重新闻事实真相的媒体。对，好，那么这件事情啊也跟大家来更新，所以不用过分的担心，但是呢也是借此提醒大家，春节的时候肯定我们会有很多的家人呀、朋友啊从中国过来，然后呢很多人会选择自驾，带着家人朋友，这是我们每一年的任务嘛。对，就我们说这个对吧？接待好，接待任务，所以每一年一定会有，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是不要太兴奋，跟周围的人聊天了，对吧？是。我那天看到一个很好的，他说法，就说呢，如果你是把着方向盘的那个人，你周围的人再嗨跟你无关，对，你的视线对，或者你的精神的注意力一定只在正前方和你的方向盘上。是，虽然有点辛苦啊，但是这个是应该的。对，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如果有朋友来这边的话，最好是能找到
了解这边交规的人，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先在一些路段去感受一下，是，然后再去跑长途，对，否则真的这个驾驶习惯呀，包括一些驾驶的这个方式啊，真的是很有危险隐患的。而且如果您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岛的，比如说你只是在奥克兰这边开车，对，你去到南岛那不是一回事儿，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路线呐，整个的这个路的状态啊、状况等等完全不同，所以我是劝大家轻易不要尝试，但也不是说就真的哎呀不行太危险了，也不至于，毕竟是吧，路还是铺好的路，引起重视，不要觉得他只是开车而已。是，反正就是不要疲劳驾驶，是，不要干扰司机，不要看手机，不要酒驾，不要太疲劳的时候去驾驶，不要跟司机聊天，对，司机是保护动物。好了，那这件事情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更新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昨天早上跟大家讲到的国家党办公室被盗的事情。昨天我们在新闻当中是说这个副党魁 Paula Bennett 就出来讲了，他说这个可不简单呐，这个小偷可不是没事儿啊，就来我们这儿偷个东西的，对吧？这一定是有什么目的，甚至是不是政治目的？对，因为他觉得小偷偷了3台电脑，又没有偷贵重物品。而且他说他那个被偷电脑的办公室啊 ，office 是在类似有点像地下所以他说这个谁会到地下去偷3台电脑？所以他就说一定不简单。对，结果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被打脸是被自己的邻居给打脸了。他的邻居呢就说，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Bruton New Zealand， 是一个会计的软件公司。哎呦，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打广告。他是专门自己找人偷了自己的电脑吗？没有，这个开玩笑啊。但是你看他的名字出来了，这个会计的软件公司，他呢就是在跟国家党办公室仅隔了一条车道。然后他说呢，去年，哎，你说巧不巧？我们也是被盗了，而且呢，进来的小偷也是什么都没偷，就偷了3台笔记本电脑。连这个种类数字都一样，对。所以他那意思就是跟国家党说，哎呦，你们也不用对吧？觉得太不可思议啊。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对吧孤立的案件。你看我们也曾经发生过，同样也是入窗进来盗窃，结果套走的也是3台电脑。所以呢，那意思啊，好像就有一点说，别总觉得上来就是什么政治陷阱啊，就是谁要去迫害你啊。他说没有那回事儿。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说啊，他的邻居发生了之后呢，国家党仍然依旧是说，他说这个我们只是说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我们仍然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可疑。对，所以说呢，我们就交给警方吧，看看警方最后调查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究竟是孤立事件，还是真的有政治目的，还是等等，那就等着警方给出一个答案。因为正好今年是大选年嘛，所以也比较敏感。但是是不是太敏感，还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只能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啊！这件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一定跟大家说一声。但是以新西兰这边的一个调查的速度，我估计且等着呢啊！得看完春晚之后了，看完春晚之后了，肯定。好了，那这件事情也说到这儿，接着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来更新，也是昨天的新闻，就说那个虚假的海啸警报。昨天不还在跟大家说嘛，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总之就被拉响了。对，现在呢有点知道了。这样吧，那个要不然侯磊跟他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说在上周日1月19号的晚上呢，一些住在这个 Bay of Plenty 的居民收到了一个虚假的海啸警报，他们不得不在晚上逃离房屋，而这个虚假的警报呢，则是由一个被遗忘的报警系统所致。被遗忘。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我忘记是一个人出来说，他说他不能确定是人为还是技术层面出了问题。对，但是这个被遗忘是什么意思，我还真不太了解。你看啊，昨天就有人出来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被遗忘呢？出来说话的是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他呢发言人就说，他说这件事情其实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说啊，他说触发的警报当中有9个是属于这个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的，另外的3个是属于其他的一些部门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Surf Life Saving， 就是我们在海滩上经常会看到的那些，就是保护大家不要落海啊，救生员的那个机构，还有呢叫 Bay Park Speedway， 基本上也都是这种保护大家安全的一些机构。他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说啊，触发的这个警报
是新西兰系统当中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而能够去触发这个警报的机构又非常多。在过去的一些年当中呢，又分分合，有的加入，有的出去，又有的合并，等等等等，所以就导致这个在2006年就存在的系统被这些团体给忘了。就忘了有这样的一个警报系统的存在了。我们昨天不也说嘛，说现在大家都用什么短信呐，用媒体呀，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通知啊，所以大家就把这个警报系统基本上就把它给遗忘掉了。所以呢，这个警报好像就是有一种说，你怎么能把我忘了呢？我响一声给你听一听，告诉你我的存在，所以它就响了。警报是有灵性的。没有，我开玩笑的说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紧急服务部就说了，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把它忘了，所以它就响了。可是呢，到底为什么它会响还不知道。对，这个也是应该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吧，否则没有人触动它应该不会对，所以不知道呢，这就等着再调查吧。那么现在呢，它所谓的这个老旧的系统，2006年就存在的系统，在新西兰整个的23个地点都是存在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很多还是属于不同的部门可以去触发的一个警报，所以我估计这整个系统啊，要不然就是重新的去重新安置一下做系统什么，或者是什么方法。那意思也就是说，它现在这个被遗忘的系统总共23个地方都有，对，其中那天响的只是其中一处或者几处，有可能剩下的还会有。你说的非常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服务部他就说紧急服务部就说，所以他们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去看一看那个被遗忘的系统到底是怎么个运行方式，它为什么会忽然响，然后再决定是把它完全弃用了，还是整个系统重新升级，可不可以未来去使用。但是你就说这2006年有那么久吗？也就10几年的时间，14年，怎么就被人忘了？14年，对，这个也是跟可能就是很多的这种使用的太少了，然后介入的部门太多了，然后这个领导走了之后，下一个领导就不知道交怎么用了，接存在一些疏忽，类似于这样子。不过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把这条新闻也跟大家来更新一下。那么现在呢，就等于说民防部就说了，说这个如果要是再响，大家该跑的还是要跑。不要因为就说是这个系统出现的问题，大家就不相信了。但我觉得他这次想的还挺好的，就如果他不想，可能大家还是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不知道有一个系统被遗忘了。对，所以想的还挺是时候，所以总算是知道它了。那这件事情也就跟大家来更新完了啊。时间已经来到8点24分，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来更新一件事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件事儿给忘了。就没想到它还在发生，是什么呢？就是伊呼马跳，大家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被那个毛利部落所谓的把着不让盖楼的那个地方，伊呼马跳，圣诞节、新年都过去了，现在还没结束。你不觉得是？这个事情的战线很长了，很久啊。然后他就说呢，现在如果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啊，伊呼马跳还是布满了这个毛利的他们的一些部落呀，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标志的旗帜啊，等等等等。虽然已经没有人在那边搭帐篷了，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搬走。而且今天早上我还听到采访，负责人就说了，说他就是明确的说，这片土地是被人偷走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可去讨论的，就是要还给我们。但是他也说了，他说还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是政府买了还给我们，还是呢这个比如说是买了这块土地的 flagship building 负责建的，就是还给我们，还是用什么方式，这个可能很多。但是无论如何，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被偷了。所以要还给我。那么还有一个另外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说今天早上10点钟，可能会有政府的一些人员和伊呼马套的负责人呢进行一个见面，他们要谈了。但是外界的预测是说，估计谈不成，谈不拢啊，还是谈不拢。这个诉求，你想他们如果只是就把着不放，一定要把土地还给我，那政府也很难做呀。对，你这个土地早就被人买了，不过用伊呼马套他们的那个部落的人来说的话是被偷了。可是白纸黑字，人家是拿着合同的，说我买了。你现在 OK， 你政府说不让我动，我先暂时不动。但是你说要把这个土地真的就还回去。那这个钱谁给？这样子的矛盾，其实我觉得是最难调和的。对呀，而且当时我们也在说政府这个时候跳进来也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对吧？你这个你怎么调？你哪边你都所谓的说都惹不起，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是持续。不过好在今天好像听说会谈了，至于谈出来会不会有结果，外界反正是说
不要抱有看彼此的这个条件了。但是不要抱有太乐观的一个态度，估计是够呛。但是我们也是说啊，就说这个伊护马跳他们也是够坚持哦，圣诞节新年也没有打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来共同关注吧。正好时间也是到了8点27分了，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之后呢，带给其他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进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朝闻天下》。不过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要来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奥克兰的主要高速上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怎么样了呢？跟大家来稍微看一看，就是跟早上7点半相比，深了一个色号。而且呢，今天早上有一段非常的不寻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基本上快到 Mount Wellington 高速的这条路开始。经过 Ellerslie， 现在基本上一路到 Greenland， 全线黑色大塞车，但是并没有任何，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等于说就是纯堵。那为什么这段路今天早上会这么出奇的堵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说，如果要是有路过的朋友在安全的情况下看到了什么
不这个就是不太正常的情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真的是纯赌，那就算了。反正就是基本上是整个全部都是在黑色大塞车。那么过了 Green Line 之后，又全线恢复绿色畅通了，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接着我们再来看16号，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算是正常，前半段比较的通畅，拥堵的路段现在在 Rosebank 附近也恢复了，是黄色车多，拥堵的是从 Green North Road 开始。Green North Road、St. Luke's 这一段断断续续的是在红色交通拥堵的。过了 St. Luke's 之后呢，再往市中心是出现了黑色和红色交替的这种非常拥堵的状况，所以走16号高速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的，而且要提前预留出一些时间。最后我们再来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跟早上7点半好像没有变过。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是堵到了 Eastman Road， 不过好在没有看到什么黑色大塞车的路段，只是全线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wa 也是黄色车多，再过了 Oniwa 之后一路到市中心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以上的路况就是由 Honda 本田赞助播出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资讯。新西兰 NZX50 指数是11805.14，上涨58.19。上证综指 SSEC 是3052.14，下跌43.65。道琼斯工业指数29333.50，下跌14.60。今天的这个参考汇率，纽币对人民币4.56，纽币对澳币0.96，纽币对港币5.13，纽币对美元0.66，美元对人民币6.91。汇率实时变动，实际以交易价格为准。好，那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还是快速的跟大家来更新一个信息，是我们刚刚看到美国的疾病防控控制中心也是呢宣布说，在美国华盛顿的西雅图出现了首例新型的我们说冠状病毒的肺炎病例。那么当地呢这个负责人也是说这个人也是从中国旅行到西雅图的，结果呢是被诊断出了患有这样的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所以说呢现在受到影响的国际上面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已经有5个国家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在海外的境外的这些感染者，病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同时呢，国内方面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它是说呢，在湖北的黄冈新增了12例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肺炎病例，其中呢有医生是1例，护士是4例。所以这个医护人员感染的这个比例或者上升的速度也是挺令人担忧的。他们仍然是奋战在第一线，这又是在春节的期间。一会儿我们在国际新闻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关于中国最近的这个医患的矛盾。那个新闻真的是看得太让人难过了。一会儿我们会说吧，一会儿再来说。关注一下。来8点半，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说几条关于新西兰方面的事情接下来呢，好久没有提到关于 Winston Peters 这个人了。下面这条信息是跟他有关的。这一位我们的副总理又出来说话了。他的这个说的话呢，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在保护自己的议员。Shane Jones， 我们也知道 Shane Jones 这个人非常敢说。最近他又干嘛了呢？他就跟绿党的党魁开始了口水战。这件事情呢，是从绿党党魁的一个声明开始的。绿党这个联合党魁 James Shaw 呢，他此前是表示，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嘛，所以呢，他就在一次演讲当中或者在一次发言当中，他就说了，他说新西兰人，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国家，或者是站在保护环境前沿的一个国家，我们应该以身作则，所以他就认为说，新西兰人应该少吃点肉，以帮助呢去应对气候的变化。就这句话，结果呢就是把 Shane Jones 给惹火了，这个心中的这一股气就压不住了，所以呢，优先党的 Shane Jones 就出来发言了，坚决反对。而且呢，他说这个 James Shaw 绝对就是一个类似于像绝对论或者他的言论就非常极端的人。他甚至是说呢，不让人吃肉的这个做法或者这个说法，是中世纪酷刑室里边的工人。形容的感觉，这个问题一下上升了更高的高度。所以说呢，他俩就来来回回的说，哎呀，这到底该不该吃肉不能吃。那个就说呢，
你要是不让人吃肉，这又不是吧？这个万恶的奴隶的时代，怎么能限制大家吃肉呢？反正他俩不就说开了嘛。说的，当然媒体呢就开始问了，说这个对于你的议员啊沈仲斯说出来的这个话，那你作为党魁，也作为新西兰的副总理 Winston Peters， 你是怎么看的呢？然后 Winston Peters 也是在最近就出来说话了，他说我是对沈仲斯的说法表示支持的。他甚至呢还更夸张的说那些呢主张大家少吃肉的人都是极端主义。他说你说那个吃肉的人是极端主义，我觉得你不让吃肉的人才是极端主义。而且呢 Winston Peters 也借机批评了一下最近呢政府出来的一个政策，说要在学校去教授这种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虽然他在国会当中呢是投了赞成票或者是支持政府的这个行为的，但是呢后来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又说，他说虽然我是理论上支持，但实际上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计划也有问题。他说你说让谁去给学校里的孩子去讲这个气候变化的课程？对，你能让这些所谓的他眼中的极端的这些分子去说吗？你要让他们去教，他们肯定就跟孩子说不许坐飞机啊，以后不能开车哦，也不能吃肉哦，这都是破坏环境的。他说那如果要是不让这些极端的人士去说，那你如何能够选择真的懂得我们说现在环境的相关的专家？你怎么能选到这个人？你是每个学校配一个，还是说怎么样去让正确的知识能够给传递到学生的这个大脑当中去？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计划虽然听起来好，但是实施起来很难。你到哪里找到这么多的所谓的专家或者是老师给孩子去上这个课呢？而且这个课很难上，就是这个度你怎么去权衡？对呀，我觉得很难。就是如果要比如说你只是讲了一讲说我们的环境现在受到了一些威胁等等等等，那可能一些我们说的比如说绿党或者是一些更极端的一些气候保护者，他会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没有说到位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什么类似于像什么反种族灭绝，我们已经到了地球都最大的危机就是气候变化的程度，你那轻描淡写的说的是什么？你这样也不行。但是你要是真的找那些人去上课，你觉得作为家长的，你会愿意你的孩子在学校当中接受的是这种信息吗？你也不希望。对，就是意识上和行动上你怎么权衡这个点，我觉得很难。所以说呢，这件事情现在就成为了新西兰，我估计到明年大选的时候也会成为一个焦点。毕竟这个气候变化无论如何是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比较关注的议题之一，而且我们也不得不去承认气候的变化是存在的，但是到底人力在其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到底我们吃不吃肉能不能够决定气候变化？会不会有影响？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从对孩子这一代开始，到底要让他们注重这件事情到什么程度？是应该让他们成为保护环境的斗士，还是应该让他们去了解，但是也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都是很考验家长，也很考验这届政府的。所以今年是大选年，我估计这个议题肯定会被拿出来。那作为绿党，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努力的去推动政府去关注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知道优先党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跟绿党是非常对立的。那么明年这个大选今年大选结束之后，这两个党会不会继续合作？这都是未知数。关于气候变化这件事情，我估计会是我们接下来10年可能甚至更久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保护环境我觉得是对的。对，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好了，那这件事情也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吧。那么反正我们接着会继续看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从我们说吵架也好，或者是说政策上面也好，一定会有很多相关的内容会出现。好了，那我们接着8点40分了，再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是跟公屋有关的。对，昨天我记得前2天看到一个消息，也是跟公屋有关，说现在等待公屋的人数特别多。对，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当然我们也在说那个时候工党执政期间或者执政之前就说出承诺嘛，说要解决新西兰的无家可归的问题，要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要让更多人有屋可住。可是现在呢，过去之后，我们今年年初看到的最新的数据就是等待公屋的人数出现了暴增，翻倍。而且更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公屋的数量太过紧缺，所以很多人呢就被安排到了这种 motel 去居住。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星期接近2000块钱，你说有没有很夸张？一个人，对，所以说这个开销对于政府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是，所以后来呢，当然这件事情国家党也没有想要放过工党嘛，就跟他说，哎呀，你当时说承诺解决呀，你看现在翻倍了，你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或者你打算怎么样去回应？然后呢，我们听到政府的说法，反正有点像统一口径啊，他们给出的回应都是说，他说因为以前大家都不敢出来。你们那个政策都是类似于像剥削这些无家可归的或者找不到住房的贫困人口，是我们比较的 nice，而且是我们真正愿意给予他们帮助，所以他们才出现了。以前只是呢不是没有，只是隐藏起来了而已。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解释啊。无论如何，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新闻还不是这件事儿，而是呢公屋的租客把公屋署告上了法庭。说这个租客被邻居吵到烦，房东被要求赔钱，还要降租金啊！房东说的就是公屋署啊，对，房东也够惨的。我刚准备说，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说最近啊，就是住在公屋当中的2个租客，分别呢是把公屋署告上了法庭。他们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说被周围的邻居吵到实在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他们有人就在控诉说，那个邻居就敲墙的，在半夜不睡觉，在房间里不知道到干什么的，还有触发火警警报器的。对，然后还有说，甚至说举报说对方这个邻居正在制作冰毒的。等等等等，制作冰毒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可能有气味啊，或者而且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害的嘛。对，所以是反正就是不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次数。而且经过统计呢，就是说自2018年以来，警方去到就说扰民的这个物业当中，当然是公屋啊，总共是去了至少不下15次消防员、救护的相关的一些机构去了，也是不止5次，所以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扰民的情况出现。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是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在这个公屋当中待着呢？他已经扰到周围的居民到这种程度，还做冰毒，为什么你还要让他在那儿待着？这是其一。其二，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扰乱了其他邻居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这些租客要告公屋署呢？那不是告租客就是另外一个邻居吗？干嘛要去告公屋署呢？后来这件事情，昨天我们是看到了一个端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按照新西兰这边有一个叫租赁法，1986年开始的叫住宅租赁法。根据其中的规定是说什么呢？房东有义务不允许任何因素干涉房客的合理性、安静、舒适或隐私。等于说，如果你被邻居吵了，你房东要负责，跟邻居没关系。对，就是尤其是如果这个当然如果你是房子的主人，那就没人管了。如果你是租客，你的邻居吵到你，是房东需要对此负责。怎么有一种这个小朋友犯错，爸爸妈妈得来认错的感觉啊？不过呢，无论如何，这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公屋署被告了之后，昨天法庭判下来就是这个公屋署要赔给受到影响的租客1500纽币，还要给他们减租金。每周减20纽币。这件事情反正这是法律规定的，判也判了。那么时间关系，到了8点45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再告诉大家。那既然公屋署从2018年就知道这个邻居这么的吵，为什么还要让他在那儿住呢？我们广告之后了解一下。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
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 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 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 096230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8点48分，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新闻的部分。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公屋啊，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我还跟侯磊在聊，这真无解哦。哦，对，就是觉得这个公屋真的好冤枉呀，然后你又不能把它赶出去，你又不能。就是有一些措施去惩治它，然后呢，法律又规定你这个东西是房东的问题，你就得赔。所以刚才不就说到了嘛，说这个房客没错，房客已经被吵到根本没法生活了，那怎么办？只能告房东了。所谓的房东就是公屋署嘛。那按照法律规定，公屋署就得赔呀，赔1500。然后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每周减人家20块钱的房租。没办法，可是呢，所以接下来大家就问了，那你作为房东的公屋署，那你的租客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又做冰毒，又在那边吵着晚上扰民不睡觉，那你就坐视不理吗？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然后公屋署之间就出来说啊，虽然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也难呀。对，我作为公屋署，大家想一想，公屋署的所谓的作用是什么？职责，他不就是去安置那些租不起房的人？对，虽然他不是紧急住房，他也是收房租的，但是那个租金你知道多么的 minimum。然后他也说了，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边排队，有多少人在等待着能够有一个可以说是屋檐可以居住。那我们的工作不就是做这个？所以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说从他的规定上，我都不可以就是这种强制的把某一个租客赶走。而且你就算把他赶走了，你还是要为他解决这个问题。这无论如何，这都是政府的。好，你今天把他从公屋赶出去了，你明天不管他了吗？对，他仍然还是会跟你政府闹呀。那你凭什么不给我安排住房呢？无论我是闹是不闹，我是有什么病还是我怎么样，我也是新西兰的公民呀，我有权利享受到你给我的这个服务呀。所以想一想，你说作为政府是把他留在公屋，还是给他2000块钱1周的 motel？那相比之下，是不是那就赔吧？
不行就1500。但我觉得这个扰民的租客，他可能一开始也是只是扰民，后来觉得反正也没人管我，那我做冰毒吧。然后做冰毒再没人管，不知道以后会做出什么更不靠谱的事儿。所以说，你说作为政府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我要是政府，我也是觉得很头疼。对，你说你面对这群人，不管他们不行，管怎么管？是。那你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房东，你说白了，你就是政府的一个福利的部门。那你这些人伸手跟你要福利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听完了这则新闻之后，我也是觉得，虽然我们经常是会诟病公务署，说他们比如说慢呐，或者是说呢各个方面的这个福利不平等啊，去监管也不够严格啊等等。可是你看，在面对这种时候的，你一听也觉得那能怎么办？就像一个无助的家长要面对一个叛逆的孩子一样，也是一样的对啊，一样的就是很无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重不行，轻不行。对，真是。然后呢，这个公务署后来那负责人哈，我觉得他也是已经到差不多就举个例子，就说走投无路的那个感觉啊，他就出来说，他说其实呢，来住我们这儿的，我们也会鼓励他们去加入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就包括了，比如说让大家怎么样去就业呀，包括了怎么样去爱护你的邻居呀之类的。他说，但是我们也只能是建议，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去说服教育啊。所以没办法，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立面特别像这种家长对叛逆孩子的感觉。但是这个又是一个束手无策的家长，是。然后呢，还是被那个，比如我们说那个反掌罚法束手束脚的家长，所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件事情也跟大家来说到这儿了。对于公屋，大家觉得听完了之后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我昨天还在跟我家人就讨论啊，就说起这条新闻，后来就说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不能赶他走嘛，对不对？你还是要让他住在那儿，那就周围邻居不住人。那这个也不太现实。那好，我就资源浪费，要不然怎么办？再不就是不怕吵的安排在一起。你可以这样，他吵一次隔壁邻居，让他免费给隔壁邻居割一次草。那他要是能做也行，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吧，也没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下去。好了，那说到了社会上的问题，接着呢也快速的跟大家来说这件事儿，就是黑帮问题。我知道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啊，可能大家有陆陆续续的听到，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新西兰这边呢是发生了2起黑帮之间的枪击事件。这个还不是说简单的这种大家互看不爽，互相呢秀一秀 muscle，是真的枪击事件。一起呢是发生在周6的早晨，当时呢就有2辆车上的人是互相开火。其中呢，车内有一个人呢是弃车逃离了，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回到了现场，取走了车内的枪支，然后又在路上进行了这种火拼。另外一起呢是发生在周日下午的1点15分左右，那么当时呢是约有30到40名来自于新西兰这边最大的2个帮派，一个叫 Black Power，一个叫 Mongrel Mob，这2个帮派的成员开始进行了火拼，而且现场是真的有人开枪的。一名25岁的男子是头部、面部、躯干全部受伤，而且停在旁边的一辆车当中的儿童座椅也被枪击中了。好在当时车内并没有人，是儿童座椅。对。大家想象一下啊，30-40个黑帮成员在街上火拼，我以为只有在电影电视剧当中看到的画面，对，会看到的画面很恐怖。其实你想一想，所以说现在就是警方也出来说了，甚至政府也说了，就开始承认说，的确现在呢存在类似于像黑帮的这个问题，而且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警方层面，全部都是零容忍。但说零容忍怎么解决呢？你这个3-4个10个黑帮成员在那火拼，警方也不行吧？对，武警部队出动吧，才可以真正的解决。但是好在说呢，这2起事件发生的地点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但警方也说了，也不排除谁知道他们下一次会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这种事情我觉得都是突发的，你不可能2个黑帮还说我们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事情的确是挺令人担忧的。而且呢，如果大家去仔细关注一下啊，这么说吧，就说我们都生活在，大部分的我们的听众观众都生活在奥克兰。讲真的，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特例。如果你真的出了奥克兰，你去其他的城市，如果要是再说的这个具体一点，比如说你去到一些小城镇，就是人口数量非常非常小的地方，那里的这种黑帮问题
毒品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大家真的是仔细去看一看啊，就是尤其是毒品问题，在一些小镇上，现在是真的成为了社会的一个隐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住在小镇上，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再不就无聊。所以总之他们的那个毒品是非常猖獗的，有毒品的地方就一定有黑帮。所以等于说呢，相对来说啊，奥克兰的这种毒品和黑帮问题还是在整个新西兰非常少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奥克兰相对它的监管也会更严格一些吧，或者是说这儿的人比较生活充实，或者是比较忙。而且你会发现毒品是这样的，他一旦在这个地方有一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这个地方的，他一旦把这个毒品带回去之后，这个地方马上就会蔓延，就跟疾病是一样的。所以说现在新西兰的小镇上真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冰毒、黑帮，而且警方又少，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时间关系啊，因为到8点57分了，所以新西兰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家，它仍然有它自己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这2个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对于政府和警方来说非常棘手的。对。不过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22日，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今天呢是腊月28，关于腊月28的汉族民谣呢是这样说的：腊月28把面发，打糕蒸馍贴花花。根据汉族的民间风俗传统呢，到了这一天，无论是发面还是做馍，总之呢各家各户都要开始准备主食过年了。在过去啊，还没有现代比较方便的发酵粉，普通的面粉呢做好了容易坏，于是呢发面不容易坏，大家就会在28这天把面发好，准备正月初1到初5的主食。同时呢，这也是因为在旧观念里面认为初1到初5期间是不能够动火蒸馒头的原因。好的，那么说完了年俗呢，下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西兰新闻。昨天呢，在南岛发生了地震，基督城呢有震感。根据新西兰多家媒体报道，1月20日清晨的基督城呢，大部分居民都感觉到了地震。根据这个 Geonet 官网数据显示，在昨天清晨的6点30分左右，在坎特伯雷小镇的 Oxford 以南30公里处监测到了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公里。目前呢，大约已经有600人向 Geonet 报告了感受到了这个震感，同时呢，大多数人还说震感比较轻。同样的，来关注一条新西兰南岛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在南岛有一辆旅游大巴侧翻，多名中国游客受伤。昨天呢，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在南岛的皇后镇通往格莱诺基的公路上发生了侧翻，旅行团呢共有21人，事故致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在新西兰发布的一份消息当中说，事故发生在昨天的13时45分。事故发生之后呢，伤员已经被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大巴有行李车，侧翻后将双向道路堵死。目前的皇后镇通往格莱诺基的公路已经封闭，2架直升机、数辆救护车赶往现场。中国驻 Christchurch 总领事馆获悉情况之后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协调当地的警方、医院、旅行社全力救助，已派人赶赴现场处置，并赴医院探视伤者。新西兰多山地丘陵，山路曲折陡峭，多弯狭窄。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也再次提醒计划来新的游客要时刻高度注意驾驶和行车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菲律宾方面的消息。菲律宾长滩岛一游船倾覆，中国游客1死3伤。在昨天的11时许，一艘载有21名中国游客的游船在菲律宾长滩岛水域因遭遇到了强风倾覆，导致船上人员落水。事故呢，共造成中国游客1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其余17人获救，已得到了妥善安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获悉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立即向当地医院及相关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并委派当地的领事志愿者前往医院探视伤员，提供协助。使馆呢也密切跟踪事件的进展，敦促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事故原因，确保伤员得到妥善治疗，并为受害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驻菲律宾使馆再次提醒在菲公民做好防范，维护人身财产安全。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附近遭3枚火箭弹袭击。当地时间的1月21日0点10分左右，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遭受3枚火箭弹袭击，地点呢位于美国使馆区和国际联军营地附近。防空警报随之响起，联军营基地内的目击者称呢，收到广播通告，要求全部人员立即寻找避难所。目前呢，伊拉克安全部门尚未发布正式声明，无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好的，以上就是由侯磊编辑播报的整点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收听。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
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09-272-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外边的天气，今天早上反正是有一点云的，但是呢不要担心，奥克兰呢今天中午时分应该就会逐渐放晴。也许现在已经放晴了，但是我基本上看不到。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比较舒适，是12到24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状况。气温方面呢，也算是比较舒适的。惠灵顿最高温度稍微有一点点低最高是21度，最低温度是16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东西海岸的温差倒是还蛮大的。Nelson 最高温度是23度，但是在比如说东部地区的像 Brimham， 今天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9度，可是西海岸很多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9度。那么南岛的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最南端的Invercargill 以及 Milford Sound 会有一点点降雨出现，其余的地方全部都是以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的。气温方面，基督城今天最高24度，最低15度。到了明天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也都是晴好的天气，极个别可能会偶尔出现一些阵雨，但是呢雨量都不大，而且时间也会非常短，可以忽略不计啊。气温方面，明天奥克兰呢最高温度达到25度，最低18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1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
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 Panda TV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好，我是侯磊。过了9点钟之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我们这一周呢，讲新闻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访谈的内容啊，也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绿野仙踪、大不自然说，包括了杨议员时间等等等等呢，都是要到2月份，就大家年后休息好之后，包括了我们的男主持人也是一样。anyway 了，不过明天我们会继续跟 Peter 老师来连线，唯一一个可以在年前上班的，除了我们俩之外。对，好了，那9点钟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第一条新闻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Panda TV37即将直播的春晚，什么时间？在我们的大年30，也就是本周5这一天，我们会在 Panda TV37频道晚上的新西兰时间晚上的8点钟开始做这个1年又1年的直播，当然也是连着春晚。这个直播时间呢，一直会到周6早上的大概5、6点左右。对，看春节晚会什么时候结束啊？是。然后第2次的直播时间是我们在周6的中午开始，也就是我们电视剧播完之后。第3次的这个就是重播的时间是在周天晚上的8点。所以这3个时段6点吗？周天晚上的6点钟。导播告诉我们是周天晚上的6点钟，所以这3个时段呢，也希望大家记录一下，到时候可以收看我们最爱的春节联欢晚会。然后我是决定啊，比如说那个周5晚上的时候看1年又1年前面的那段，然后12点差不多睡觉了嘛。对。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比如说12点，我先看个春晚的前半段啊，然后可以出去玩，然后等到星期天回来的时候再看后半段啊，这样就把春晚补齐了，然后还可以不用一次占用很长的时间坐在那边啊。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 Panda TV37来收看春晚。好了，那紧接着我们来再给大家来说一条关于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昨天呢是这个德国的一家类似于像调查的机构公布了一份榜单，这份榜单呢是新西兰时间我们今天早上刚刚拿到的，所以是新鲜出炉，非常的这个火热的啊，这样的一份榜单。那这个榜单当中排的是什么呢？排的是全球145个城市当中，哪一些是适合家庭居住的？我们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有很多的这个排名吧，都叫指数啊，对啊，宜居的城市啊，对，类似于这样。这个呢不是宜居城市排名，而它是作为叫做适合家庭居住的城市的一份排行榜，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啊，看你适不适合在这个城市居住。对，因为我们也知道，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家庭，对，有的是孩子的家庭，有的可能是大家庭，也有可能的是单身。那大家对于一个城市的诉求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小家庭，可能还没有孩子的，我们可能不太会考虑到教育。对，因为你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而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更追逐的是不是有工作机会，啊，还有工资啊，人际交往呀，对，是不是好玩啊，等等等等。所以每个呢，他的关注点不同。而这一份关注的就是对于家庭这个城市适不适合。那么在这份最新的榜单当中，奥克兰排名如何呢？排名不是很理想哈，一共145个城市。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排名应该还比较靠前，对吧？就是你听到之后的第一感觉，觉得奥克兰挺好的呀，空气又好，然后老人啊、小孩啊在这儿也会有一些福利啊、优待啊，包括教育也是很好的呀。为什么排名这么靠后呢？145个城市，奥克兰排在第94位，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中偏后？
中偏后了。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一份榜单给了奥克兰这么偏后的一个名次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或者是排名最靠后的几项都是什么呢？第一项就是房屋的可负担性。这个房屋可负担性包括了你买房，也包括了你的这个租金，都包括在内，这都是涵盖在不可负担当中。所以145个城市在可负担性住房这一块，奥克兰排在了第129位。这个是非常非常靠后的了。住房是占我们生活成本很大的一部分。对，好，这是第一，造成它非常靠后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Living cost， 生活成本。对。生活成本，奥克兰的这个排行榜当中，145个国家，145个城市，它排在了第130位。生活成本太高，太高，是，真的是太高了。好像奥克兰的生活成本在全世界排名都还挺靠前的。对，就是生活成本这一项就是生活成本高对吧？生活成本高这一项在全世界排名很靠前。对，但是这件事情我是举双手双脚同意的。对，如果大家出去旅游，无论你说你是去澳洲、去新加坡，因为它的货币都是差不多的嘛，就是兑换啊，纽币兑换新币啊，或者是纽币兑换澳币，其实都差不了太多。你看看人家的生活成本。是，就我有朋友嘛，然后来这边之后跟我说，他说他以前在国内真的就是买东西都不眨眼，他说他现在连买杯咖啡都要算一下，他不能乘5，他要乘5之后那就根本就是下不了手了啊。是。那么其他方面呢，相对来说奥克兰还是表现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失业率啊，教育方面排名非常靠前，145个城市它排在第29，然后包括了安全方面，145个它排在42，还有包括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空气好，那然后呢，关于健康方面的、医疗方面的，还有对于孩子的活动方面的，都还算是不错。就是这个我们说生活成本、房屋成本和房屋成本太靠前了。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人认为都高的点。对，所以说就使得奥克兰呢是排在了第94。相对来说呢，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惠灵顿是在这个榜单当中呢是排在第38，然后呢，基督城是排52，都比奥克兰要好。主要呢都是因为说人家的可负担性还是要比奥克兰要好的。对，就光房子这一点，我觉得奥克兰就很难被别人 PK 下去。是，这个 PK 是反向 PK， 就是不好的这个 PK。对。那么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究竟哪一些城市又是适合家庭居住的呢？跟大家说说前5名啊。第1名。非常不出任何意料的是在北欧，芬兰的赫尔辛基是排在了第1位。那么第2位的呢是加拿大的魁北克。最近我发现加拿大又成为了一个特别火热的地方，因为好像很多移民都愿意去。是吗？对对对，加拿大不是跟新西兰都有一个被形容的语句叫好山好水好无聊。加拿大是不是比奥克兰还能好一些？就是比新西兰不知道啊。所以第2名是魁北克，第3名是挪威的奥斯陆，然后第4名是德国的慕尼黑，第5名呢是丹麦的这个哥本哈根，第6名是 Sweden 的叫斯特格尔摩。我这一下子我要从英文变成中文，稍微想一下。然后后来8和9也都是加拿大的城市，一个叫卡尔加里，一个是那个 Montreal， 叫什么？哥德8和9 Montreal 中文叫什么来着？也是加拿大的那个城市。anyway 了反正就这些都是排在前面的。你看很多的都是北欧的城市，加拿大进了3个。对。的确还是很适合家庭居住的，排行比较高。它唯一不适合的就是太冷了，我觉得。看你在哪儿嘛，对不对？是。就是当然了，整个加拿大都冷，可是就看你在什么样的位置。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榜单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是就这个榜单呢，我们的市长 Phil Goff 是出来说话了，说这个榜单不对。他说：“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说的那个排行当中，奥克兰被宜居城市当中排在第2位。他说，因为那个考虑到了更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的政治的稳定度啊，你也包括了，比如说是不是大家比较友好啊。他说这些你都没有考虑，你单单只考虑我们的弱项，所以这个榜单不同的机构它可能在选择的时候针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认为这个榜单透露的是不是真实的信息呢？时间关系啊，稍作休息。”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
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23分，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接着呢，还有9点半之前啊，我们还有一节再跟大家来说一条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对，刚刚不就说那个奥克兰好像不太适合家庭居住，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房价太贵，生活成本太高。但是我们市长说了，说这个不对。所以考虑的不全面，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奥克兰还是可宜居城市当中的第2位的，就是好的榜单信，坏的榜单别信。对。然后我们也有听众说这个市议会这是鸵鸟心理，所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嘛，你觉得你更相信哪份榜单？我们更是不是像这份榜单当中的排在后半段，还是说像那份榜单说的排在第2？对吧？好了，这件事情说到这儿，那么怎么样来解决生活成本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加工资。对吧？对，或者是说让我们的生活满意度、幸福度提高。那除了加工资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的幸福程度呢？减少上班时间。对，还能拿同样的工资。对，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又有一家新西兰的好公司啊，开始宣布了一个新的利于员工的政策。说这个 Vodafone 新西兰公司呢，为2000名员工提供了提前下班回家享受这个夏季的这个机会。说夏季时光呢，计划从本周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底。这个计划呢，将允许员工们在周五下午最早2点钟就可以下班了。周五下午呢，需要轮班的员工可以另外获得1天的休息时间。我想听起来还挺不错的。
怪不得最近海滩上有那么多人在周五下午烧烤。我也是很想静一静。不过啊，我们要这么说，Vodafone 这个做法聪不聪明呢？在我看来很聪明。对。什么原因呢？大家想一想，无论你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人在周五2点钟之后还在那里拼命努力工作？你。我周五10点钟就下班了。对，没有，就说是不是？大家想一想，2点钟过后，是不是大部分的人已经是心已经飞了，对吧？对，要不然在定什么晚上吃什么了，对，规划周六周日去哪玩了，旅行计划，对吧？所以，既然大家都没有在那么专心的工作，那何必不做个老好人？全世界各国是不是周五下午心都飞了？我觉得除了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吧，你在中国，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帖子，就是一个段子啊，就在说，他说你要是觉得你在，比如说你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就说生活在新西兰吧，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悲催，你的日子每天过得紧紧巴巴，然后呢压力非常大，他说那我劝你来中国工作1周，回去之后你就觉得特别幸福。那也得看中国的哪些城市，就是对，因为我看到是个段子，我估计可能是北上广的一些年轻人在说，所以无论如何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是 Vodafone 最新推出的叫做夏季时光的计划，我是觉得很聪明，这样你又做了，对吧？公司出面说你可以放假。其实心里也知道，反正也没什么效率，那还不如就给大家放假。对。那后来呢，就发现除了 Vodafone 之外，现在很多的电讯相关的公司都有类似的计划，比如说 Two Degree 最近也是推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鼓励员工在下班之后完完全全的关掉公司的邮件和短信通知。我觉得这个挺好。这个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说，大家也关。因为新西兰这边特别注重所谓这是我的上班时间还是我的私人时间，所以还不如就公司出面说劝大家，对吧？还有别的，再来说另外一个，还有像光纤网络运营商叫 Vocus， 它也是为员工呢支付所有的健身房和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费用，并且呢是允许5年以上的这样的资深的员工可以额外获得1周的带薪假期就是鼓励大家 royalty 嘛，在这个公司不要离职嘛。现在我们也知道，找到有经验的又对你公司特别了解的这样的员工也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对不对？再加还有别的，比如说 Chorus，这是这个电信的那个光纤的安装的公司。Chorus 推出的是什么呢？在圣诞和新年的时候，会给予员工额外的2天假期，就等于说跟你的法定假期连在一起，对，当然都是带薪的。最后还有 Spark 呢也是提供了所谓的灵活的夏季工作时间。该公司的员工呢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工作日提早下班2到4个小时，也可以选择晚点再去上班。不过都是说，要不然你就是早上对晚点来上班，要不然你就是下班的时候早点走。对，就是之类的，可以让你去灵活，都是为了夏季让大家出去玩。对，所以新西兰的夏季其实被称之为一个度假季。对，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坐在这儿的，还有男主持人不回来上班呢，难道还不能够证明这一点，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也跟大家说，这就是在新西兰这边很多的公司，现在也是为了给员工更好的福利，或者也是自己看出了，反正你不给大家也是不好好上班，所以呢，就借机也是给出了更多的福利给员工们。可是说白了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这边大家对于工作的这种状态就是如此，你给不给，其实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大家心里头其实对自己的每天的工作状态，我该安排多少工作，我的这个业余时间是什么，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而且就说嘛，我们说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分享那个修路工人扔那个道路锥，对吧？那条新闻底下留言，这不还就很明显的就证明了大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状态。而且呢，就算不是在新西兰，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到了这个年代大家对于灵活工作时间的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对，大家就希望说，我只要你给我的工作我完成，至于我是什么时间做，我在哪儿做，你不要干涉我了。对，我觉得这会是成为一种趋势。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人们的那个个性会更加鲜明。对，对，年轻人的个性。好了，时间关系因为到了9点30分了，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对于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也是非常的时尚，是吗？好了，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
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食为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Rainman。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朝闻天下》。刚刚这一节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几条关于国际方面的新闻，但是稍微补充几句。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那个 Vodafone 啊、Spark 啊这些公司给自己的员工福利，什么可以灵活上班啦，周五早下班啦，对，下午不用上班啊。人家是2点之后，也不说整个下午。因为我考虑到可能有一些公司不是周五下午有那个鸡尾酒吗？或者就类似于像那个 afternoon tea，但是周五可以喝酒对，就是2点下班，这个费用就免了呀。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说，他说哎呀，这些老板又不是傻的喽，这也是在为了节省成本。我说为什么我说要补充2句，我就忽然想起来，昨天呢我也是不是就聊到说刚才房东什么房客告房东的这件事情嘛。现在我们也知道今年呢会有很多法律开始出台，包括了限制房东什么涨房租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你要求你的房子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但是昨天我还在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跟身边的几个也算是业内的从业者就在那儿聊天，他们就在说，他说啊，新西兰尤其是在奥克兰，只要是现在这种供需的关系不改变，就是现在租房少嘛，租客多嘛，一个房子不是有200多个人申请嘛，他说只要这个状态不改变，你法律再改都没有用，最后
真正吃亏的或者是受到影响的还是租客，因为这个供需关系才是最终决定谁能够是在所谓的上风，谁是下风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所以只要这个不改，你真的是改什么都没用，除非你政府直接限制说这个3室的房子就是多少钱，你不许超过这个。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房东不租了，你不是限制我房租吗？那我不租好了呀，我做 Airbnb 好不好？我宁愿去交那个税。我就不出租了，最终还是让你这个房屋的数量继续减少。对，那遭殃的还是房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在说这个西方也好，或者是说呢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小国家，像北欧的一些国家，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新西兰，它经常会呢，你怎么说呢？就说他们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是可以好好的生活。都有一个温暖舒适的房子可以居住，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工作，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吃上丰盛的晚餐。可是世界不是这样的，就是那句话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是，在现实面前，他又不愿意去面对，他仍然是觉得说，这只是我们没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我们还是可以给所有的人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对于那些人来说，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生活太好太久了，还是说他们就选择不去看。对于很多我们说的真的贫困的，或者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你说的每一个房子当中都有暖气，他们也不是说想要的是什么灵活的上班时间，他们想要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什么到底有没有暖气其实并不重要，我只是要个房子。如果你真的要让这个房子达到每一个，我当然是举例啊，每一个房屋都是暖气的这种程度，那我可能就住不起了。或者你需要的那个时间，我可能已经在外边露宿了很久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选择不去看，还是真的生活过得美好太久了。就是很多问题可能你需要实现了第一步吧，就实现了第一步，让每一个人先有一个房子住，然后你再去实现你接下来的梦想。可能对于一些没有房子的人，他会这么去想。但是可能对于一些真的是生活过得太美好的人来说，他希望一步到位。我既然要给你，就给你好的。他或者是他就觉得咱俩是平等的，那凭什么你要住那种没有暖气的房子？我们不能说他的这个想法是错的，但是真的我有的时候就想让他们去现实生活当中。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说，就包括两个恋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是对方所需求的，并不是说你给对方的就是他需求的，或者是你认为对的，你给他就是好的，对不对？这个问题小到家庭，大到社会都是有的存在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希望美好的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真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要面对现实的。好了啊，时间关系，那这件事情先说到这儿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这件事情也是中国挺痛心的，是发生在中国。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都了解这个事儿了啊。就是1月20号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医院门诊楼7层的眼科诊室，有一个患者呢，因为不满这个手术的并发症，持刀朝医院的医生行凶发泄，导致这个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双手和头部多处受伤，抢救持续到深夜，而且呢，现场有3位就是见义勇为的人吧，也被受到了一些伤害。同时呢，犯罪嫌疑人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已被警方控制。而且呢，是这一名所以持凶者啊，就是持凶器去我们说冲到医院当中的这位嫌疑人，他手中拿的是菜刀。然后呢，最严重的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位主任医师陶勇，那么我们昨天看到最新消息就说呢，他的整个右手应该是说他的我看到的这个新闻上是说他的双手和头部多处被砍伤，然后左手前臂左手的前臂肌腱断裂。基本上就是等于说他不能恢复了。对，左手好在是左手，我觉得要是右手的话。但是这个手术，我觉得是接下来要看恢复的情况。对，因为作为一个
医生来说，用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手是特别重要的。是，而且我们后来有看到很多的新闻就在报道说，这一位主任医师呢，他是首先他非常年轻，然后他也在他的业内呢是非常权威的，评价很高，而且他还经常呢去做很多的那种类似于像慈善的手术，对，他还帮助一些小镇上的长者朋友做白内障的手术，免费做了很多很多，就做了很多就是这种疑难杂症的治疗等等，所以大家就对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更加的让人觉得痛心。对，因为很多人就评论嘛，说你砍掉了这个医生，就是伤害到了这个医生，其实你伤害到的是千千万万眼睛有问题的其他人。对，而且他就说，我看到那个新闻当中后来有透露细节，说这名主治医生呢，第二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术。然后说呢，其实在整个业内啊，就像他能够做这种手术的人不多，但是那名患者现在只能是在找其他的医生，要么就是等待。对，所以真的是啊，看完了之后，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包括网络上啊，包括各个方面，大家都在说这个嫌疑人一定的重判，这是来自于网友的一些声音嘛，就说这种行为如果都不去重判的话，那真的就是会滋生更多的医患的矛盾。我们也看有数据嘛。就在说这个，在2018年，中国有66%的医生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医患的冲突事件。那么经历过的语言暴力呢，是占51%，等于说超过30%的医生都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一个经历，就是动手的经历了。对，就这个事情之前的，就是我们在圣诞假期期间，还有一起也是北京的医院，当时有一个医生是直接被。就最后就死亡了。这个事情就联系到一起，你会发现，首先第一，我觉得特别痛心的是，培养一个医生其实是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医生他是救死扶伤的一个职业嘛，然后他可能未来或者接下来去诊治的病人，你伤害到了他，这些人就等于希望破灭。是，而且关键问题就是啊，因为这个也不是说今年出现的，虽然这两起呢，一个是隔得比较近，第二个呢也是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恶劣，但是这种医患之间的矛盾啊、问题啊由来已久。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仔细去想想它的背后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当然一方面呢，中国的人也是多，对，虽然说我们医院多，但是对吧？就是患者更多，平均数据每一天一个医生他需要接待的人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呢，再加上比如说大家是不是受教育水平也不一样，对你这个理解也不一样。我们这么说吧，就说的确有的时候呢，看到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些不好的情况，你会有一点点控制不住自己，或者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还是看你到底能不能控制自己嘛。所以我们也说你这个受教育水平或者你的这种差距还是在的，所以就导致呢，的确是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是不是保护的措施也真的是不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医患的矛盾现在非常的严峻，那为什么还是接二连三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出现的仍然是所谓的志愿者，或者大家见义勇为的上去，而没有真正的对他们有保护的机制呢？保安呢？警察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这么多起恶性的事故结束了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对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呢？我看到相关的新闻说，就是之前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一些医院它会有一些措施，比如说去就是检查每一个人的包，看你有没有带凶器。但是医院当中的所谓的凶器不要太多啊，随便就能看到。对呀，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说是陕西有一个什么医院，他给每一位医生佩戴了一个什么紧急急救环，但是我在想，你说这种事情都是突发的。如果真的是像之前的那个有人从背后袭击你，你怎么能去触碰你这个这个报警环？也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呢，我们就说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新西兰同样的也是在圣诞节之前就有新闻，里边也是一个统计数据，就说新西兰的医生和护士受到攻击的比例有多高。虽然不至于到这么恶性，但是那个比例也是非常惊人的，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护士都经历过。或者是医生啊，都经历过这种冲突，就是轻之，就是说可能是言语上的，但是这种
行为上的也是非常多，只是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所谓真的是牺牲了啊，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出现。所以的确，这个医患的问题再次在中国掀起了大家的关注，不能每一次都只是掀起关注，但没有解决方法，要有解决办法，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期待吧，能够看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出现，也是期待说不要再让我们报类似的新闻给大家来听了。对，我们希望能爱护每一个医生。是，稍作。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g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很快来到了早上的9点48分，还剩下呢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一条也是中国方面的消息。对，但是却是影响到了国际上的一条消息。而且这条消息出来之后，我就发出了一声感叹，我说这个猪是招谁惹谁了？这条新闻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是一段重庆的一个景区，最近呢就出现了一个叫猪蹦极的视频，在网上呢是被疯传，而且呢是国内国外所有的网友看到之后都是觉得不吐不快了。对，这个视频当中呢是显示有6个人把一头五花大绑的猪从地面拖至68米高的蹦极跳台，然后呢他们给这个猪披了一个蓝色的披风，就把这个猪从这个跳台上推了下去。
去。拍摄的这个人说呢，猪表现得非常淡定，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观众可以清楚地听到猪的声声嚎叫。淡定是因为它被绑的根本就不能动吧？不是，关键我觉得你怎么能从一个猪的表情分析它是淡定还是恐惧还是面无表情呢？也是。然后这件事情当然被传上去之后呢，就是引发了大家的口诛笔伐，就说呢，真的是这是。就是虐待动物，而且他还打出当时这个景区呢，还打出了一个类似于像广告，说是这是新年的第一跳，我们的主角就是猪，是不是那意思说猪年那个落幕了，过去了，所以他跳下去？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你有本事拉上来的是一只鼠，对呀，也行。你是变魔术吗？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猪特别可怜的是。猪就是蹦下去，推下去之后呢，这个猪是昏迷啊，对，就被推下去之后，它出现了这个类似昏迷的症状，同时呢，它在被迫蹦完极之后，还是最终被送进了屠宰场。当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本来他是说所谓营销手，我觉得这个景点那个景区的人也是。就是一下就觉得这个景点档次不怎么样。不是，他是怎么想的呢？怎么会有人同意让他们做这件事？那为了吸引眼球吧，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然后呢，大家口诛笔伐之下，那么也是景区呢就发表声明，说是诚挚的道歉。然后呢，就说以后呢不会再有这种类似的事件发生了。但是这件事情因为已经传到了整个网络上，所以说呢都引起了太多人的关注。大家呢不会就因为说你这件事情你道歉了，就此结束。对，因为很多人他觉得其实你吃猪肉和你把这个猪绑在上面是不一样性质的，这个有一点像虐待这个猪的性质。对，所以大家特别难理解。而且猪肉最近这么贵，为什么要虐待它？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猪被宰杀了之后，它的肉一定不好吃，因为它生前经历了那么大的恐惧，你想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迫害。它的这个肉能会，其实对于动物的这种保护，真的是一个意识，可能这也是跟着时代的改变，大家的这个意识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中国的确是有去值得改进的地方。你包括了为什么一定要吃狗肉，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吃一些保护动物，还有野生动物。对呀，野生动物，对，为什么，对吧？然后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它们来做噱头？真的是，这就证明你的那个公关的意识，或者说你的整个的广告的这个意识不行，所以你才会想出这么笨的方法。对，就是可能对于就是国民的一个动物保护的普及度还是比较弱的。就很多人其实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去说他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他没有意识，他就觉得他是动物呀。对呀，他觉得动物怎么能跟人比？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就说呢，我经常会说，我说中国的发展，每一次我回国的时候都会很惊叹，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像村里去的，很多东西听不懂，很多的东西不会用，但是这只是说我们说硬实力上，但是软实力上真的还是有待提高的。比如说国民的素质，对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对于保护动物也好，或者是一切的植物也好，环境也好，这种意识它的提高是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且可能还真的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毕竟它的这个，因为可能也是人多，大家的这个差距也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这种现象呢，也真的需要去时间去改变。比如说，大家如果最近去上海。上海是一个就类似于像奥克兰是中国的，是那个新西兰的特例。你去上海给人的感觉就是它也是中国的一个特例。它的那个无论是从硬件上的发展，还是就是人们的素质的改观，真的是走在了中国很多全部其他城市的之前，甚至包括北京。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个速度能够提高，但是也不得不说的就是它需要时间，可能才真的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期待的一个方向。对。好了，那说到中国的发展啊，这边还有一条小新闻，最后呢可能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刚刚公布的全国各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底有多少？跟大家来说一个数字啊。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是稍微有点惊讶，我觉得有点少。平均全国的平均10个省份和城市的这个平均值是超过了3万人民币，30733，与去年同比呢是增长了大概有8.9%，一年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刨出了你所有要交的税，就是你的工资或者你的所得税，也可能有的地方是
刨除了比如说养老金啊、什么公积金啊这些，这个可支配收入一年全国平均值是30733人民币。但是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大家觉得够吗？我觉得不同的区域吧，可能会有区别。我们来说几个高的，比如说上海和北京。上海的可支配收入2019年是达到了69442人民币，比刚才那个翻了一倍。对。北京也差不多，可支配收入是67756人民币。接着往下的就一下子掉了很多，排名在第3的是浙江省。浙江省的可支配收入是49899，中间连5万的都没有，直接掉到了49000。然后接下来是天津市42000，江苏省41000，广东省就是39000了，4万都没有了。然后福建省35000，辽宁省31000，山东省31000，这都是高于平均值的。下面呢就是低于平均值的，包括大家最近非常火热的这个重庆，重庆的可支配收入才28920，真的是比我想象当中的可能要低一些。不过它也是一个平均值啦，不代表这个我们说它的就是大家真的是，比如说你是白领，肯定是不止，它只是一个平均数字，可能会包含一些没有工作呀或者没有收入的人群吧，就那种外来的打工族啊等等，都加在一起，平均值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呢，只是把现在的中国的一些从数字上能够体现出来的现象也跟大家说一说。当然工资肯定是不是这样的，对，就比如说你在北上广，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比如说白领，或者是那种高级的打工族，那月薪3万可能都是一个算是 minimum 的一个数字了。对，所以无论如何吧，就把这个数字最后一点点时间也告诉大家。不过时间关系，正好已经到了早上的9点57分了，也是今天早上非常感谢大家2个半小时的陪伴。明天早上呢是星期4，我们在所有朝闻天下呢这个板块当中，第一个开始正式开麦的就是跟 Peter 老师的连线。明天早上9点钟过后，我们呢按照惯例在9点到9点45分会和 Peter 老师来连线，聊一聊在整个假期期间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大事，我们共同呢去探讨。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早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再见。